混沌圣地内景色非常美丽，阿三看的是一脸震撼。徒儿，到了，这里便是为师的修炼洞府，从今日起，你便再次修炼。这座宫殿的名字叫天殿，可以说是这座山峰上最美、最豪华，更是最大的一座宫殿了。这里以前是为师居住的地方，现在我将其赐给你。弟子岂敢冒犯？我早已经不住在这里了，现在我在河畔参悟大道，这里已经空旷很久了，不过正适合你居住。帝天说完，阿三也不再推辞。此时走来一位老者，恭敬地对两人行礼：“拜见主人，拜见少主。”这是我的追随者，你可以叫他福伯，就让他带你熟悉一下地风。等晚上星力浓郁之时，为师再传你混沌经，助你踏入修炼之道。是，师尊。说完后，帝天便离开了。拜见福伯。少主别这样，您这是在折煞老仆？不是吧？看这老头的年龄，估计都能当我祖宗了。我有些礼数难道不对？阿三不知道的是，在修炼界等级制度极其森严，那就劳烦福伯带我熟悉一下这座地方了。这里以后就是阿三居住的地方，肯定要熟悉一下，不然以后想尿尿都找不到厕所。这么美丽的地方，总不能对着墙上滋吧？少主不必客气，这是老仆分内之事。福伯带着阿三看了看地风后，阿三好奇地问道：“请问福伯，为什么这里建造了这么多宫殿，怎么却看不到人居住呢？”昔日老主人号称混沌圣地的最强圣子，当时追随他的人那可真是人山人海，所以建造了很多宫殿。但后来老主人拉了，该离开的也就离开了，目前只剩下老仆一人了。怪不得有这么多宫殿。现在师尊已经900岁了，恐怕那些追随者们该凉的都凉了，没凉的应该修为都超越了师尊，谁还愿意再追随师尊啊？到了傍晚，帝天已经摆弄好了青铜大鼎，此时帝天放出3味真火祭炼这座大鼎。徒儿，这是为师给你准备的筑基液，里面含有为师多年以来积累的天才地宝，甚至连蛟龙止血里面都有，绝对能让你打造出一尊强大的宝体。少主修炼的第一境界便是炼体，拥有一具强大的肉体，才能在以后修炼路上一路顺风。阿三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，其实他根本不明白，只是看福伯说的这么认真，要配合一下吗？尊重，这只是尊重。徒儿，修炼者根基非常重要，第一境界就是炼体，只有把根基打好，以后的成就才会不可限量。阿三再次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。阿福，过来帮我祭炼。祭炼的事交给了福伯，而帝天带着阿三来到蒲团上盘膝而坐。徒儿，我现在传你混沌经，不过你得发誓，在没有得到圣主允许下，绝对不可以将混沌经外传。帝天话音刚落，阿三便举手发誓。好，徒儿，谨守心神，认真感悟混沌经。阿三连忙闭眼，他担心自己天赋和资质不够。系统使用一次顿悟。届时，宇宙有之理，难以耳目气，万物非万物，与我同一体。混沌经的经文在阿三脑海中浮现，这就好像他当时参悟混沌饮食一样，在顿悟状态下，阿三和混沌大道非常契合。参悟混沌经，他没有遇到一点困难，简直就跟喝水一样简单。福伯紧张地盯着阿三。阿福，不用担心，以阿三的资质，最多3天，应该就能参悟第1层混沌经。主人，当年你耗费7天便能领悟第1层，这已经是最快记录了。我大胆猜测，如果少主不能超越这记录，那他将来也没办法超越你。阿福，放心吧，阿三能让混沌东响9声，绝对能在3天内领悟第1层。瞬间，阿三整个人被灵气包裹，他的身体漂浮到了半空中，释放出一道道白色光芒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是灵气灌体，少主已经领悟了第1层。我的妈呀，这才多久？此时帝天两眼放光，当时接引长老也出现过这种目光。阿三使用一次顿悟，瞬间领悟了混沌经1层。短短片刻之间，竟然能练成第1层，看来我没有看错，阿三就是最适合修炼混沌经的人，将来他一定能铸就混沌体。混沌体啊，举世无敌的圣体，若是能看到少主练成混沌体的那天，老仆死也无憾了。混沌体曾经是帝天的最大目标，甚至是终身的理想，现在他把这目标寄托在了阿三身上。此时阿三一脸惊奇，因为他刚顿悟1层，顿悟时间就已经过去了。看来这混沌经果然非同一般，当时他顿悟混沌饮的时候，也只是用了1次顿悟，
就能让混沌中连响9声，而这混沌经仅仅是1层，就消耗了1次顿悟。这门混沌经一共有108层，只有彻底领悟了才能铸就混沌体。这第1层都这么难了，更何况108层了，这简直是无法修炼成功嘛！难怪这么多年都没人铸就混沌体。阿三默默想到，继续顿悟吧，反正我还有12次顿悟机会。系统使用1次顿悟。怎么回事？难道少主还在继续参悟？此时的帝天彻底被震撼到了。我当年用了1年时间才领悟到了第2层啊！大地剧烈震动，整个地风都在摇晃。怎么回事？此时从阿三身体里飘出阵阵绿光，散发出阵阵光芒，天地间浓厚的灵气不断的往阿三身上围绕。这接连的异象将帝天和福伯都惊呆了。这种异象代表着阿三已经领悟到了第9层，踏入了出窥门境界。我的妈呀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当年我可是用了30年才领悟到了第9层。帝天用了30年才领悟的混沌经第9层，而阿三只用了片刻就做到了，这其中的差距实在是太巨大了。不愧是让混沌中响了9声的妖孽，此不成混沌体，简直是天理不容。我们混沌圣地终于有望崛起了。帝天哭了，这是开心的泪水。地风的异象也被众多修炼者看到，不过他们只能看到有一道道光束，并看不到内部。因为帝天布置了阵法，所以没人可以用神念探视进来，众人只能看到地风上发出的阵阵光芒，但根本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。奇怪，地风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地风，那不是帝天太上长老的洞府吗？听说他收了神子为徒。什么神子啊？我听说那小子已经放弃神子之位，现在就只是太上长老弟子而已。那家伙脑袋是不是烧包了？居然放弃了神子之位！一些混沌圣地弟子们议论纷纷。仅1天时间，阿三放弃神子之位，拜帝天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混沌圣地。其实吧，这些弟子们本来很羡慕阿三，而现在呢，都开始嘲笑阿三。也不难理解，看着曾经站在自己头顶上的人突然跌落下来，大家可能都感觉幸灾乐祸吧。地涌金莲，星力炼体，帝天，没想到你为了此子居然牺牲这么大，就为了让此子铸就绝世根基，这值得吗？如此一来，你就更别想突破到天境了。圣主看到异象后，觉得是帝天弄出来的，毕竟阿三现在只是个凡人，即便天赋再高，也不可能弄出这么大动静。帝天，你这次还真是投了大本钱呢。混沌经修炼难度太大了，帝天这就是在浪费精力，浪费时间。哎，可惜呀，好不容易诞生了一位神子，居然选择了这条不可能成功的路。不久之后，空中的绿光消失，此时漂浮在空中的阿三已经被一个金色罩子紧紧包裹，看起来就像一尊铜人，金光四溢。这是肉身金光，阿三已经达到了炼体极境。这样说来，少主已经铸就了无上根基，根本不需要这筑基业了。1日9层，这是何等的盖世天资啊！光是这天地灵气贯体，星辰之力炼体，早已经把他肉身推向了炼体极境，自然不需要经过后天的筑基业锻炼。这么说，我这一夜都白忙活了。福伯为了能让阿三成功铸就根基，催动3位真火祭炼，那可是累得满头大汗啊！这样一来，感情白费尽了。这后天的筑基业怎能比得上天地之力铸就的无上根基？这里面的天材地宝可都是主人耗费100年时间准备的，都是无价之宝，就这么浪费了。反正现在留着也没用了。对了，送给你吧，阿福，你寿元也不多了，不如也收个徒弟，刚好能与阿三为伴。福伯有些动容，其实他和帝天一样，也快到了寿元的极限，确实早就有收徒的打算。试问哪个修炼者不想在要死的时候收个徒弟，把自己的毕生所学传承下去？这也算是有个寄托吧。也好，刚好赶上这次混沌圣地开山收徒，招收了一批新弟子，那我就去挑一个吧。帝天点了点头，随后福伯便离开。此时阿三刚好睁眼看到福伯离开。师尊，福伯怎么走了？徒儿，你只用了1天时间，便将混沌经修炼到了第9层，直接用天地之力达到了极境，已经用不到筑基业。阿福觉得丢掉实在太可惜，所以准备招收1名弟子，也好传承他的毕生所学。阿三恍然大悟，不过他听帝天说完，自己已经达到了炼体极境，但是完全没感觉啊。
按照师尊所言，达到炼体极境后，便拥有10万斤的力量。我怎么感觉我没有那么大力量啊？但此时此刻，阿三的确感觉体内有用不完的力量。徒儿，如今你已经达到炼体极境，接下来便是领悟第10层，开始主动吸纳天地灵气，迈入下一个修炼界——聚气境。师尊放心，用不了3天我就能领悟第10层。阿三现在还有4次顿悟机会，已经足够把混沌经领悟到第13层了。其实帝天心中很无语，自己当初用了50年时间才领悟到了第10层，这小子却想3天完成。不过帝天亲眼所见阿三1日9层，还是不得不相信阿三的自信啊。徒儿，你理解错了，为师是希望你压制一下修为，不要着急参悟第10层啊。师尊，这是为何？修炼者不是应当勇猛激进吗？那都是对天资差的人说的话，好让他们努力修炼。但徒儿你不一样，像你这样的天才，修炼速度超快，为了打造更厚实的根基，就要经常压制修为，这样才能让你在每一个境界都达到理论上的极限。师尊，我明白了，那我就暂时不突破了。我这徒儿还真是自信了，果然是人比人气死人了。徒儿，虽说你暂时压制修为，不过你可以修炼一些战技，继续挖掘肉身的潜力，从而超越极境，进入传说中的禁忌领域。师尊，若非炼体境界的极境还不是极限吗？难道还能超越？这禁忌领域又是什么？10万斤力量仅仅是理论上的极境，不过有一些特殊体质的妖孽能超越这个极境，达到11万斤力量、12万斤力量甚至更高，这便是禁忌领域。师尊，请问在历史上到底能够拥有多少力量？10万极境，被之为禁，1禁1倍，9禁为神。祖师爷混沌大帝达到了100万斤力量，进入了9禁领域，这境界又被称为神禁领域，意思就是只有神才能踏入的领域。不是吧？炼体境界还可以达到100万斤力量，那我现在才完成1/10，距离巅峰还差太远了。但阿三不知道的是，普通人能达到7、8万斤的力量就可以迈入聚气境了，而一些超级天才也就达到10万斤极境而已。师尊，既然祖师爷这个混沌体可以办得到，那我也能够办到。不过，师尊，接下来应该怎么继续提升力量呢？想要继续提升肉身力量，光靠功法修炼是不行了，这已经是极境了。唯有修炼战技，才能继续挖掘自身潜力。而且你现在的一身力量，终究只是一身蛮力，只有通过战技，才能将你的力量转化为战力。虽然阿三领悟了混沌经第9层，已达到10万斤力量，但空有一身蛮力，只能通过战技转化为战力。战技，师尊，那您快传授我战技吧。徒儿，战技不能随便修炼，要根据每个人的天赋以及体质量身定制。那要怎么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战技呢？混沌圣地有一座星辰阁，只要进去后就会为你主动挑选战技。那师尊快带我去吧。徒儿，你未免太着急了，你刚刚才踏入修炼之道，我想福伯马上就要回来了，到时候他徒弟也要去挑选战技，你们可以一起去。是，师尊。没过多久，福伯驾云回来了，福伯身后跟着个古灵精怪的小丫头。少主，恭喜少主铸就无上根基。而小丫头却傻傻地看着阿三，她认识阿三，昨天广场上敲响混沌钟的时候，阿三万众瞩目，实在太耀眼了。福伯不必多礼。对了，这就是你徒弟吗？小雅，还不快见过师兄？林小雅见过师兄。师兄，听说你放弃了神子身份，这是真的吗？住嘴，休得胡言乱语。算了，福伯，是我自己主动放弃神子身份，我不在乎别人谈论此事，况且总有一天我会亲自夺回神子之位。以少主的盖世天资，迟早会重新登临神子之位的。帝天看了看小雅，天赋还不错，是你昨天让混沌钟响了3声吧？是的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小雅，住嘴，没大没小的。哈哈哈，算了，如此天赋，加上我准备多年的筑基业，踏足炼体极境应该不成问题。丫头，你运气真好。林小雅有些懵，难道自己到达炼体极境不是因为自己的天赋，而是靠运气？这时福伯看出了林小雅心中的疑惑。小雅，这是主人为少主准备多年的筑基业，融合了诸多天才地宝，只是少主已经踏入了炼体境界，用不着这筑基业，所以就便宜你了。什么？师兄踏入了炼体极境啦！他是昨天跟我们一起加入的混沌圣地啊，这才1个晚上，他怎么会炼成？你师兄天资盖世，
昨日修炼混沌经一日连破9层。一日连破9层。林小雅震惊了，她可是出自大家族，知道混沌经修炼难度有多么巨大，一日连破9层，这天赋岂止是盖世啊！别浪费时间了，马上进入鼎中运转我路上传授给你的经法。是。福伯挥了挥手，林小雅身体飞到了青铜大鼎上方，慢慢落了下去。而阿三在旁边好奇地看着。哇，好烫呀！师尊，我不会被煮熟了吧？我看你不是想收我为徒，你这是想吃了我吧？这点苦都吃不了，还修炼什么大道？少废话，赶紧运转功法，使劲吸收这些药液，这可都是无价之宝啊！哼，要不是我寿元将至，哪能轮得到你？哎，老了。但真的好烫呀！我的妈呀！幸好我有顿悟相助，不然就是我在里面被煮。3个时辰后，福伯挥手把林小雅捞了出来。好强大的力量啊！我现在最起码达到了炼体大成，应该有5万斤的力量了。有什么可骄傲的？你师兄不用筑基业，已经拥有10万斤的力量了。你还差得远呢。师兄，我能跟师兄比吗？好了，阿福，你送他们去星辰阁挑选战绩吧。地天话音刚落，福伯挥手招来2朵白云，载着阿三和林小雅飞出了地峰。混沌圣地内景色实在太美了，福伯带着他们2个飞行，一路上阿三和小雅左顾右看，都被这景色震惊了。这简直太漂亮了！等我会飞行的时候，一定好好逛一下混沌圣地。等你踏入神桥境界，就可以凝聚神念，御剑飞行了。到了，这就是星辰阁。广场上人很多都在排队进入星辰阁。平时没这么多人，因为昨天招收了很多新弟子，所以才这么多人吧。我也不着急，先排队吧。此时传来一阵热闹的喧哗声。是5万斤力量，炼体大成境界。此弟子是昨日才进门的新弟子，居然1天时间达到了大成境界。师尊，师兄，快走，快走，我们过去看看，那里有人在测试战力。星辰阁前有测试战力的石碑，不过以少主的实力已经用不着去测试了。师尊，师兄他用不着测试，那我可以去测试啊。石碑下，一个少年满脸得意，显得很骄傲，因为石碑上显示着5万1的数字，周围的人都惊叹不已，对这少年连连称赞，让其越发骄傲。不就是5万斤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也行。小丫头，不要大言不惭，这是5万斤力量，已经达到了修炼境界大成，只有天才才能在筑基之后拥有如此力量。就是小丫头，你什么都不懂，不要乱说话。这是哪来的小丫头？一点见识都没有，真是头发长见识短。此时石碑下的少年也被惊动了。我认识你，你是李小雅。昨天你天赋不错，让混沌中响了3声，而我却敲响了4声。你的天赋还是不如我，还敢在我面前大言不惭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不就是5万斤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本姑娘测试给你看看。好啊，请。小雅挥着小拳头，狠狠地打向面前的石碑，众人都好奇地盯着石碑，石碑顿时一阵银光弥漫。这是银光？怎么可能？只有打出5万斤以上才会出现银光。难道这小丫头也达到了炼体大成境界？少年此刻也露出震惊和不敢置信的目光，他昨天可是看得清清楚楚。林小雅只是敲响了3声混沌钟，此时石碑上的银光散去，一连串数字显示出来是5万8。虽说也是5万阶段，但是比少年足足多了7000斤力量。众人马上换话口了，纷纷说小姑娘厉害，而少年二话没说，灰溜溜地钻进了人群中躲了起来。师尊，徒儿没给你丢脸吧？放肆！我被修士岂能有炫耀之心？不过这次为师很开心，下次不允许再这样了。此时众人看到了阿三的身影，是神子。什么神子？是阿三，他现在已经不是神子了。就是他放弃了神子身份吗？我看他很普通呀，不会是被圣主发现了他的平凡，才逐出神子之位的吧？这还真不好说，堂堂神子岂能说放弃就放弃？要我说啊，就是他昨天考验作弊，才让混沌钟响了9声，后来被圣主给发现了，也不知道他能有多少力量。我听说混沌经修炼难度极大，恐怕他连1万斤力量都没有吧？随着阵阵议论声，阿三感受到一双双目光朝他看来，有好奇的，但更多的却是嘲笑。